这世上最危险的人不是坏人，而是那些从小到大都特别听话的人。而听话的人往往不知道，小时候听父母的，上学听老师的，工作听领导的，结婚听社会的，他们一辈子都在按照别人给的答案活着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甚至觉得这叫正确。他们拼命考高分，拼命找好工作，拼命结婚生子，拼命成为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，却很少停下来问一句：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，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婚姻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人生也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可那时候已经晚了。我们从小被灌输要守规矩，要做一个好人，要对权威保持顺从。但今天我要撕开这个温柔的假象，你所有的迷茫和痛苦，恰恰是因为你活得太正确，太规矩了。很多人真正输掉人生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他总想找到一条不用付代价的路。而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，所有得到都自带账单，所有选择都附带代价。你越听话越痛苦，你越努力做别人眼中的好人，你离自己越远。这些故事全在一本书里，指月录。手指指着月亮，你要看的是月亮，不是那根手指。指月录里记录了大量禅宗公案，但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告诉你答案，而是让你看见你为什么总在逃避自己的答案。指月录里的8个故事，看起来讲的是听话、成功、知识、修行，但讲到最后，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。你所有的痛苦，本质都是在逃避必须付出代价的现实。你想被所有人喜欢，你想成功却不失败，你想自由却不失去安全感，你想做自己却不被任何人讨厌。可人生最残酷的真相是，你得到什么就一定会失去什么。而一个人最大的牢笼，就是总想找到一条不用付代价的人生。好，我们开始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晚上11点半，手机突然亮了一下，领导发来消息，你已经洗完澡，躺在床上，手指停在键盘3秒，最后还是回了2个字：收到。你以为自己是在负责，其实你是在害怕。你明明已经累到不想说话，却还是立刻回复收到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以为自己是在负责，其实你是在害怕失去认可。龙潭重新年轻的时候，在天皇道悟禅师身边修行，每天劈柴、挑水、做饭、端茶，天不亮就起床，天黑了还在忙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努力了，甚至觉得整个寺院里没有人比自己更勤快。于是他开始等待，等师父夸奖自己，等师父认可自己，等师父传给自己一点真正的心法。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听话，足够顺从，足够勤奋，总有一天会得到特殊对待。可1年过去了，2年过去了，师父什么都没说。龙潭越来越委屈，他发现自己做的越多，得到的却越少，付出的越多，被看见的时候却越少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忍不住问师父，我跟随您这么久，您为什么从来不教我佛法？天皇道悟看着他说，你端茶来，我接过来喝，你送饭来，我接过来吃，你做礼来，我低头回应。我什么时候没有教过你？龙潭一下愣住了，原来这些年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师父，而是他自己。因为他一直在等一句认可。你发现没有，很多成年人活得累，不是工作累，而是等的累。等领导表扬，等客户认可，等伴侣理解，等父母满意。你做了很多事，其实不是因为真的想做，而是想换来一句你真不错。可现实往往是，你越懂事，别人越习惯你的懂事；你越好说话，别人越觉得你好使唤；你越讨好别人，别人越不会珍惜你。职场里最容易被加活的人，往往是那个从来不拒绝的人；家庭里最容易受委屈的人，往往是那个永远懂事的人。龙潭以为自己在修行，其实他是在等奖励。他以为自己在努力，
其实他是在交换认可，他以为自己在付出，其实他是在讨要回应。很多人也是这样，你不是离不开工作，你是离不开别人说你有价值。你不是害怕失去机会，你是害怕失去认同。你不是在活自己的人生，你是在等别人给你打分。而这一切背后都是同一个问题，你想得到认可，却不愿承担不被认可的代价。你想被喜欢，却不愿承担被讨厌的代价。你想拥有价值，却不愿承担无人鼓掌的代价。可现实是，总有一天，没人给你打分，没人给你掌声，没人告诉你做得对不对。到那时，你还知道自己是谁吗？可问题是，当一个人终于不再讨好别人以后，他真的自由了吗？未必，因为更深的牢笼马上就来了。他开始拼命证明自己。你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半小时后，忍不住打开3次，看看有没有人点赞。你考下证书，升职加薪，买了新车，可高兴不到3天，你又开始焦虑下一件事，因为你得到的从来不是满足，而是新的证明任务。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最虔诚的皇帝之一，他修寺庙，印佛经，供养僧人，耗费无数财力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功德无量，连他自己也这样觉得。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后世记住，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被称赞。于是达摩祖师来了，梁武帝迫不及待地问：朕做了这么多善事，功德大不大？达摩只说4个字：并无功德。梁武帝当场愣住，因为这4个字直接击中了他最在意的地方。达摩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梁武帝看似在修功德，实际上在修名声；看似在度人，实际上在证明自己。你今天是不是也一样？拼命考证，拼命学习，拼命健身，拼命发朋友圈，看起来是在成长，可很多时候，你真正想得到的不是成长本身，而是别人羡慕的目光。你想证明自己很优秀，很努力，很值得被看见。于是你开始不断往自己身上贴标签，学历、证书、职位、收入、粉丝、头衔。可标签越多，焦虑反而越重，因为你的价值已经不属于自己，而掌握在别人眼里。别人夸你，你开心；别人忽视你，你失落；别人超过你，你焦虑。点赞少了，你失落；业绩被超过，你焦虑；别人一句否定，你整晚睡不着。你的情绪早就不属于自己，而掌握在别人手里。梁武帝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功德，而是一辈子都在向别人证明自己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一句：如果没有人鼓掌，我还会不会这样活？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讨好，其实只是从讨好别人变成了证明自己。牢笼换了，锁链却还在。最可怕的不是没人认可你，最可怕的是你开始依赖认可。最可怕的不是别人不给你掌声，最可怕的是你已经离不开掌声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你的人生就变成了一场永远无法结束的考试。你想拥有价值，却不愿承担没人认可你的代价；你想优秀，却不愿承担平凡的代价；你想被看见，却不愿承担被忽视的代价；你想与众不同，却不愿承担无人喝彩的代价。可问题是，当一个人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彻底证明自己的价值时，他会掉进一个更深的陷阱。他开始模仿别人，因为他已经渐渐忘了自己是谁。凌晨1点，你收藏了第38个成长视频，又买了一门新课程，又保存了一篇爆款拆解。可你发现，收藏越来越多，课程越来越多，笔记越来越厚，行动越来越少，改变越来越少。1年过去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知道越来越多，改变越来越少，
指月录里收录的很多公案都像一把刀，前面龙潭让你看见了讨好权威的牢笼，梁武帝让你看见了证明自己的牢笼，而接下来这一刀砍得更深。因为很多人走到这里，已经不再讨好别人，也不再拼命证明自己了，可他们还是活不出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开始模仿别人。巨之和尚一辈子竖一根手指度人，有人问法，他一句话不说，只竖起一根手指。久而久之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个一指禅。有个小沙弥天天跟在旁边看，心里慢慢生出一个念头，原来开悟这么简单，我也会。后来有人问法，小沙弥也学着竖起一根手指，大家看了，居然也称赞他。巨之知道以后，没有讲道理，也没有苦口婆心教育，他拿起一把刀，一刀砍断了小沙弥的手指。小沙弥惨叫着往外跑。就在这时，巨之突然大喝一声，小沙弥下意识回头，巨之缓缓举起自己那根手指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小沙弥忽然明白了，他明白的不是那根手指，而是自己一直执着的那个答案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里，只觉得残忍，但指月录真正想砍断的从来不是手指，而是模仿。你发现没有，现在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别人的答案。打开手机，全是成功学，全是方法论，全是教你赚钱，教你成长，教你逆袭的人。你的收藏夹里存着几百篇文章，关注着几十个博主，看过无数金句，记过无数笔记。可问题是，这些东西真变成你的了吗？很多人以为收藏等于拥有，知道等于做到，看过等于学会。其实不是，你只是把别人的人生经验堆进自己的脑子里，然后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。你越来越像一个移动资料库，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。职场里最容易迷失的人，不是能力差的人，而是什么都学的人。今天学 A， 明天学 B， 后天模仿 C。 看见别人做自媒体赚钱，就想做自媒体；看见别人创业成功，就想创业；看见别人裸辞，就想裸辞。最后学了一圈，活成了别人的复印件。巨之砍掉的是小沙弥对别人答案的依赖。而指月录借这个故事想告诉你，当一个人开始模仿别人时，他离自己最远。他不是在学禅，是在复制答案；他不是在寻找自己，是在借别人逃避自己；他不是不知道路怎么走，而是不敢走自己的路。因为走自己的路，就必须承担走错的代价，所以他宁愿模仿，宁愿跟随，宁愿复制。因为复制失败了，责任可以推给别人，而这一切还是同一个问题，你想得到结果，却不愿承担自己选择的代价；你想成功，却不愿承担走错路的代价；你想活成自己，却不愿承担没人带路的代价；你想拥有答案，却不愿承担亲自试错的代价。成熟不是避免代价，而是接受代价。因为模仿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负责。成功了，功劳归自己；失败了，责任归老师，归课程，归时代，唯独不用归自己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龙潭在等认可，梁武帝在等掌声，小沙弥在等答案。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同，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。他们都希望有人告诉自己，这样做是对的，这样活是安全的，这样选择不用承担代价。可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，代价不会因为你逃避就消失，它只会换一种方式回来。可问题是，当你发现模仿没有用以后，你并不会立刻找到自己。很多人下一步会掉进一个更大的陷阱，他开始跟别人争对错，争高低，争输赢。因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，他只能靠打败别人来证明自己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场景？明明只是一件小事，
却吵到最后谁也不说话。情侣冷战3天，父母半年不联系，朋友直接绝交。后来你回头想想，争的根本不是事情，争的是一口气。微信不回，电话不接，谁先低头谁就输，谁先让步谁就输了面子。可很多关系就是这样一点点死掉的。指月录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比前面更压抑，因为模仿的尽头往往就是争斗。南泉普愿禅师有一天看见东西两堂的僧人在争一只猫，双方吵得面红耳赤，谁都觉得自己有理，谁都不愿退让一步。南泉走过去，一把提起那只猫，对所有人说：你们谁能道得一句，猫就活；道不得，猫就死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。下一秒，南泉一刀砍下去，猫死了。这个故事争议很大，禅宗真正想斩断的从来不是那只猫，而是众人对输赢对错的执着。到了晚上，赵州从外面回来，听说这件事以后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脱下草鞋顶在头上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南泉看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，刚才你若在，猫就得救了。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荒诞，可真正荒诞的不是故事，而是现实。你想想这些年，你到底杀死过多少只猫？你和父母争过多少次对错？你和伴侣冷战过多少回？你和同事较过多少劲？你和网友争论过多少个夜晚？每一次你都觉得自己有理，每一次你都觉得只要赢了这场争论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可最后呢？你赢了道理，输了关系；你赢了面子，输了感情；你赢了辩论，输了人心。很多婚姻不是毁于背叛，而是毁于争对错；很多友情不是毁于利益，而是毁于争输赢；很多家庭不是没有爱，而是谁都不肯低头。因为你已经不在乎事情本身了，你在乎的是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可一旦开始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你就已经输了。赵州为什么把草鞋顶在头上？因为在真正明白的人眼里，所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人看起来都像一个笑话。大家以为自己在追求真理，其实只是在捍卫自尊；大家以为自己在讲道理，其实只是在保护面子。指月录借这只猫告诉我们，很多人一生都困在输赢里，从来没有真正活过。成年人最大的幼稚，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很多关系不是死于矛盾，而是死于正确；很多感情不是毁于冲突，而是毁于输赢。很多人这一生，输给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的自尊。因为承认自己错了，需要代价；低头，需要代价；放下面子，需要代价。所以大家宁愿杀死关系，也不愿放下自己。归根到底，还是同一句话：你想赢，却不愿承担认输的代价；你想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却不愿承担低头的代价；你想保全面子，却不愿承担失去关系的代价；你想永远正确，却不愿承担道歉的代价。人最大的幻觉是以为可以只得到不失去，可问题是，就算有一天你不争了，你还是放不下，因为你手里还有另一件东西，那件东西陪了你很多年，你把它当成价值，把它当成身份，甚至把它当成自己。真正的崩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电脑里存着上百 G 资料，收藏夹里全是干货，书架摆满了书，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办，知道越来越多，内心反而越来越乱。德山宣鉴，人称周金刚，一辈子讲《金刚经》，写了厚厚一担注解。他是当时讲《金刚经》最有名的人，走到哪里都被尊称一声大师。
他也因此确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。他活在一个最隐蔽的标准里，知识就是权威，懂得越多就越接近真理。他不是在修行，他是在用知识完成一种被认可的人生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听说南方禅宗不讲道理，直指人心，他当场拍桌大怒，说南方魔子竟敢说直指人心，我要去灭了他们。他挑着那一大担写满批注的经书，那不是书，是他一生正确的证明，是他活成大师的身份标签。他一路南下，像一个背着评价体系的人在赶路，直到半路饥饿，在路边遇到一个卖点心的老婆婆，他放下担子买点心。婆婆看了一眼那一担书，问你挑的是什么？德山带着优越感说，我挑的是《金刚经》注书。婆婆只回了一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答得出点心白送。金刚经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现在要点心，你点哪个心？德山愣住了，风还在吹，路边卖饼的人还在叫卖，可他突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讲了一辈子经，第一次发现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居然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。那一刻崩塌的不是答案，而是身份。他第一次不是输在知识，而是输在自己一生依赖的体系突然失效。后来他见龙潭禅师，两人论法到深夜。龙潭说，夜深了，你下去吧。德山推门出去，外面一片漆黑，转身回来说，外面黑。龙潭点了一盏灯递给他，德山刚要伸手去接，龙潭噗一声把灯吹灭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德山大悟，那一刻他失去了所有依赖的标准。可你真的以为烧掉书就结束了吗？德山第一次看见自己被知识困住的样子，但更隐蔽的牢笼还在后头。他开始寻找更高级的答案体系，顿悟、方法论、终极路径。一样东西烧掉了，他又开始等另一样东西来救他。很多人的痛苦不是无知，而是知道太多。你以为自己的人生问题很多，工作问题、婚姻问题、金钱问题、情绪问题，其实都不是。你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，你从来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很多人的牢笼不是没答案，而是答案太多。很多人的焦虑不是不会选择，而是总想选对，因为他想得到正确，却不愿承担犯错的代价。你想永远选对，却不愿承担试错的代价。你想拥有标准答案，却不愿独自决定。你想保证自己正确，却不愿承担犯错的代价。所有选择都有账单。问题从来不是不知道答案，而是你从来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当一个人连知识都烧掉之后，他并不会立刻自由，他会进入一个更隐蔽的阶段，开始寻找更高级的答案体系，比如顿悟、方法论、终极路径。你以为烧掉书就结束了吗？可问题是，当你连知识都不信的时候，你会开始寻找另一种更危险的东西，一个绝对正确的人生答案。但更可怕的是，他虽然烧掉了书，却还在等一个比知识更高级的答案来救他。凌晨1点半，你刷到第72条成长视频，收藏，再收藏，继续收藏，收藏夹越来越满，人生却一点没变。看到一个人年入100万，你保存；看到一个人裸辞旅行，你保存；看到一个人创业成功，你又保存。收藏夹越来越满，人生越来越空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缺答案，其实缺的是行动。收藏了上百个课程，却迟迟不肯开始；收藏了100个方法，却一个都没试过。收藏不是学习，收藏是焦虑的自我安慰。你以为你在准备，其实你只是在拖延。你缺的不是方向，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。娄子和尚路过街市，弯腰系鞋带，楼上传来女子唱曲的声音，你既无心我便休。就这么一句，他大悟了。他不是在庙里悟的，也不是读经书读出来的，而是一个完全不被当成答案的声音，
在他最普通的一刻击中了他，他那一瞬间根本就没在找，他在系鞋带，而这恰恰是这一关最关键的地方。你以为悟发生在深山和经书里，其实它发生在你不再用力寻找的那一刻。而娄子和尚这一劫本质不是顿悟，而是他终于停下了寻找正确答案的动作。他活在的标准是一个更隐蔽的牢笼，人生必须有一个终极答案，必须有一个让我彻底安心的解释。他一生都在找人生意义，找赚钱方法，找如何不焦虑，找怎么才能解脱。可问题根本不在答案，而在找这个动作本身。你越用力寻找，越证明你不敢面对眼前的现实。而娄子和尚那一刻不是找到，而是失去找的冲动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当一个人停止寻找之后，他并不会立刻自由，他会进入下一层，开始害怕停下来之后的空，因为那个空里没有任何标准可以依附。你以为这只是娄子和尚的故事，其实你每天都在重复他的路。你换了3个行业，还在找适合自己的方向；你刷了上百个干货视频，还在找人生最优解；你报了很多课程，但每次都说我还没准备好。但问题从来不是你没找到，而是你不敢承认你已经知道一些答案，只是你不敢去做。很多人不是没有答案，而是答案太多。很多人不是找不到方向，而是不敢选方向，因为一旦选了，就意味着放弃，而放弃本身就是代价。你想两全，却不愿承担放弃的代价；你想找到最优解，却不愿承担放弃的代价；你想拥有未来，却不愿承担失去其他可能的代价。真正让人痛苦的不是代价，而是既想得到又不想失去。因为一旦决定，就意味着放弃。选 A 就失去 B， 选稳定就失去自由，选自由就失去安全感。而很多人最害怕的恰恰就是失去。但更可怕的是，他停下寻找之后，才真正进入这一整套故事最危险的一层。你明明知道该离职，却拖了1年；你明明知道这段关系结束了，却一直不肯说再见；你明明知道答案，却总想再等等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：龙潭在等认可，梁武帝在等掌声，小沙弥在等答案，南拳的僧人在等胜利，德山在等正确，娄子在等方向。他们看起来在追求不同的东西，其实都在等同一样东西，等一个不用承担后果的人生。可人生从来不给这种特权，所有得到都有代价，所有选择都有代价，所有自由都有代价。你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多，其实从头到尾只有一个，你一直在逃避成为那个承担后果的人。百丈怀海禅师讲法的时候，总有一个老人坐在下面听。奇怪的是，别人散去以后，他从来不走。一天，百丈问他是谁，老人叹了口气说：我不是人，我曾经是迦叶佛时代的一位住持。有弟子问我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？我回答了一句不落因果。就因为这一句话，我堕入野狐身500世，今天特来求大师救我。百丈说：你把当年的问题再问一遍。老人问：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？百丈回答：不昧因果。老人当场大悟。当天晚上，百丈带弟子到山岩下，发现了一只死去的老狐狸。整个指月录里，这个故事最冷也最狠，因为它讲的不是知识，不是方法，而是人最不愿面对的一件事——因果。什么叫不昧因果？不是没有代价，而是不逃避代价；不是人生不会失去，而是明知道会失去，你依然选择承担。真正困住人的，从来不是因果本身，而是总想绕开因果。前面的龙潭在讨好权威，梁武帝在证明自己，巨智的小徒弟在模仿别人，南拳的僧人在争输赢，德山在迷信知识，娄子在寻找答案。而到了百丈这里，问题变得更深了。
很多人其实已经知道答案，也知道自己该怎么活，可他就是不敢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要一种不落因果的人生。他想恋爱，却不想受伤；想赚钱，却不想冒风险；想自由，却不想承担后果；想做自己，却不想失去别人的认可。可问题是，这世上根本不存在不付代价的人生。你选择结婚，就要承担婚姻的责任；你选择创业，就要承担失败的风险；你选择离开舒适圈，就要承担孤独和不确定。真正困住你的，从来不是能力，而是你总想找到一种既能得到一切，又不用失去任何东西的活法。你拖着一段早该结束的感情，不是不知道答案，而是不敢承担结束的代价。你在一份消耗自己的工作里熬了5年，不是不知道该离开，而是不敢承担离开的风险。你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10几年，不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是不敢承担做自己以后可能失去的东西。百丈这一句不昧因果，其实是在告诉所有人，成熟不是找到没有代价的路，而是看清代价以后依然愿意选择。你想自由，却不愿承担后果的代价；你想做自己，却不愿承担失去的代价；你想拥有选择权，却不愿承担选择后的责任；你想拥有结果，却不愿承担结果背后的成本。你以为自己害怕失败，其实你害怕的是承认人生本来就有代价；你以为自己还在犹豫，其实你只是在逃避承担。这就是最深的一层牢笼，总想绕开因果。你以为缺的是答案，其实缺的是承担答案的勇气。你以为只要再想清楚一点，就能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可问题是，很多时候你缺的根本不是答案，而是承担答案的勇气。人生最大的幻觉，就是以为存在两全其美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当一个人终于愿意承担所有后果以后，他依然没有彻底自由。因为他的内心深处还在等一个人告诉他，你是对的，你可以这样活。而指月录最后一个故事要砍断的，正是这最后一根锁链。你发消息问朋友，这份工作该不该去？这段关系该不该分？这个决定对不对？其实你不是没有答案，你是在找一个人替你负责。指月录最后一卷，大会宗稿，禅师临终，弟子们围在床前，哭成一片，手里拿着纸笔，等着记录他最后一句终极真理。他们心里都在等同一件事，师父讲了一辈子法，这一刻一定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。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，人生就是不断寻找更高权威的确认，而不是自己活出来的选择。大会看着他们，忽然说，住持3处，说法20年，然未尝说一字。全场安静。他讲了一辈子法，最后却说，我一个字都没说。不是他没说，而是他在告诉你，你一辈子听到的东西，其实都只是手指，而不是月亮。真正的问题，从来不是有没有答案，而是你为什么总要别人给你答案。你的人生是不是也这样？等老板一句认可，你才敢安心；等伴侣一句理解，你才觉得自己没错；等父母一句同意，你才敢做决定；等一个权威的人告诉你可以，你才敢活。你不是在活，你是在等批准。你以为你在思考人生，其实你是在排队等别人盖章。你不是缺答案，你是被必须有人替你负责困住的人。大会这一关，不是讲放下语言，而是彻底揭穿你一生对终极答案的执念，本质上是把人生交出去，让别人替你决定对错。你想得到答案，却不愿承担决定的代价；你想拥有确定性，却不愿承担选择的责任；你想让别人替你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却不愿承担自己负责的代价。成熟不是避开代价，而是接受代价。所有选择都有账单，只是付款时间不同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当一个人终于不再等权威，不再等答案，他会进入下一种更隐秘的牢笼，他开始依赖自己也应该是权威。也就是说，他从被人控制，变成用更高级的标准控制自己。你以为这只是禅宗故事？
其实你每天都在重复这一幕。你做选择之前，先问 AI， 问朋友，问经验贴；你换工作之前，先等一个确定不会错的信号。你连分手、辞职、离开一段关系，都要先找证明自己是对的理由。你不是谨慎，你是把人生外包了。而那一刻，你才第一次真正变成自己的监狱。指月录讲了8个故事，表面上看，讲的是听话，讲的是知识，讲的是修行，讲的是开悟。可讲到最后，其实只讲了一件事：龙潭在逃，梁武帝在逃，小沙弥在逃，南泉的僧人在逃，德山在逃，娄子在逃，百丈故事里的老人也在逃。他们逃的不是失败，不是贫穷，不是痛苦，他们逃的都是代价。而真正的成熟是什么？不是找到正确答案，不是找到人生捷径，不是突然开悟，而是终于承认任何选择都有代价，然后你依然选择。任何人生都有遗憾，然后你依然前行。你不是缺答案，你是一直在逃避成为那个承担答案的人。而指月录真正想指给你的，从来不是月亮，而是那个终于愿意抬头的人。你回头看看，龙潭想得到认可，却不愿承担不被认可的代价；梁武帝想拥有价值，却不愿承担无人喝彩的代价；小沙弥想得到结果，却不愿承担自己选择的代价；南泉的僧人想赢，却不愿承担认输的代价；德山想正确，却不愿承担犯错的代价；娄子想确定，却不愿承担选择的代价；老人想自由，却不愿承担因果的代价；大会的弟子想得到答案，却不愿承担决定的代价。所有故事都在讲同一句话：你所有的痛苦本质都是在逃避必须付出代价的现实。他们等了一辈子，其实都在等同一样东西，等一个不用承担后果的选择。可直到最后，他们才发现，人生从来没有这种选择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找到正确答案，而是明知道每个答案都有代价，你依然敢选；明知道每条路都会失去什么，你依然敢走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你才终于不再向世界申请活着的资格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你会发现指月录根本不是一本讲禅的书，它讲的不是成佛，而是成长；不是让你离开现实，而是让你看清现实。龙潭、德山、百丈，他们一层层砍掉的，其实都是我们今天还在重复的执念。如果这8个故事里有一个故事戳中了你，留言告诉我是哪一个。这里是清醒破局，我们下期见。